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这一集乌马克将使用 Talk Dance 无线麦克风来录制哦。Talk Dance 麦克风随插即用，它是一个很棒的1对2无线蓝牙麦克风，听听看它的效果如何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今天马克邀请到了好朋友摩西先生。摩西先生呢，他是一个资深的 Toyota Previa 的车主。那今天马克借到了一台 Honda Odyssey。想要让他来试试看，以及让他体验看看 Odyssey 跟他的 Previa 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。那我们就来欢迎摩西自我介绍一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摩西。我开 Previa 已经开了好多年了，带着它环岛所以说有很多使用的经验啊。那看到 Odyssey 是一台不错的车子，那有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比较。可以了解一下摩西之前听说有做过汽车相关的工作，是不是？对，我在苏巴路跟宾士都有上过班。OK， 都是在做产品相关的。是，所以待会要讲专业一点。好，来请教一下摩西，使用 Previa 的里程数有多少了？我现在车子已经21万了。已经21万，算是一个很重度的使用车主。10年车21万，差不多1年2万。这样子其实属于中上里程的家庭用户。请教一下摩西，你的用车需求有什么？其实我家里最主要有3条狗，那我有一个小孩，我们有3个，等于是3个人加3条狗。那我很强调要的就是车室空间，然后要每个人坐起来都舒服。Previa 给我的最大的方便性就是在像我要去露营或者要去外宿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所有的行李都带上，而且每个人都还有一个很舒服的乘坐空间。是，所以你是一家3口加3只毛小孩，这样子的话，如果是有3排座椅的选择，才是比较符合你的需求。对，而且重点是中间的地面一定要够大的一个平整化的地面。如果说像很多中间地面隆起，那可能那些毛小孩，我的小狗躺起来就不舒服。而且我的又是比较偏大的拉布拉多黄金犬，所以果岭的部分会特别注重这一块。对，我跟摩西现在到了车内 ，Odyssey 是摩西考量的车款之一，算是这台车算是很符合他的需求。那摩西现在坐在他的第2排的位置，我想反问一下摩西，你觉得这个跟 Previa 的第2排座位坐起来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一个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它的脚踏的地方，这边是隆起的。是。这边来讲，它的地板这一块地板它有个斜度，这样放脚是方便。可整个来看的时候，它变成一个隆起的。隆起的时候，这时候如果像我的3只毛小孩，平常在我的车上这边是完全平躺的，那这个位置就有点不太方便。了解，所以 Previa 的设计是平的就对了。对，完全平的，到前座的部分都是平的。明白，所以这个就稍微扣了一点分数。那我可以请教一下，你的 Previa 中排座椅有电动座椅吗？没有 ，Previa 也是一样，跟这个都是全部，我看这些全部都是手动调整的座椅。那你可以调整一下座椅给观众看一下吗？我这边来调整一下座椅，基本上，以我身高181公分来讲，这椅子稍微显短一点点。所以，如果以 Previa 的座椅后倾的话，会比这个更舒服。对，它的这边肩膀的长度是比较高的，就是说我在这样子靠的时候，我这边不会有这个空档，这个算是比较短一点点。如果是以 Previa 跟 Odyssey 来比的话，以身高比较高的后座的乘客来说，很有可能肩靠的地方是没办法靠的牢固的。对，你看我的肩膀就会超过它这个高度，那会差那么一点点，但这样就会很不舒服。对，这样我的脖子就要。所以头靠的地方反而还好，是肩靠的地方，这个小细节可以提供给观众做参考。它这一台车有个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2个座椅可以往中间靠，是不是？对，这跟 Previa 是一样的，就是可以左右滑移。它左右滑移之后，它可以空出中间的走道。了解，这是可以空出中间的走道，方便了解第2排到第3排的直接的走过去。摩西可以帮我们再滑移一次吗？这样子。OK， 好。对，如果是2个人是想要讲悄悄话，其实可以靠得近一点。对，还可以把扶手但是拿起来。防疫期间，我们保持社交距离。好，请摩西把座椅再做一个极端的调整哦，看可以呈现出什么。好，因为它这个左右滑移的，第一个我们先把它左右滑移调到
调到最中央，这边看得出来，就是说其实刚才这样子差大概10公分不到的距离。那以这个空间来讲，其实不算大。以第二排来说，腿部的空间算是比较狭窄一点，对，算堪用，可以啦，堪用，但是它并不是非常的宽。对。如果你以3只大型犬放下去，真的是会比较压缩，很挤，会很挤哦。大概挤2只就很满，是这边一只，这边一只就已经满了。是，我没办法塞到第3只。是，那这样子好像 Previa 还是比较适合你哎。以空间来讲，暂时是这样子。是，对，是。以摩西的 Previa 来说，好像没有 ACC 嘛，没有，比较旧款。那会不会因为这台车有 ACC 就吸引你购买？会考虑。是因为我本身在还没接触 ACC 之前，也不觉得会这么依赖它。我现在非常依赖 ACC。OK。我忽然会发现车子就应该标配有 ACC， 可能是你还没有去习惯性的使用。对。是，那我相信这个还有就现在的安卓机啦，就新一代的安卓机可能也要这台，因为年份的关系啦，它的主机比较旧一点。对。那我想新的主机应该会比较好。那我想请教一下摩西，讲到目前为止，怎么觉得它没有什么优点？你要不要讲一下它跟 Previa 不一样的地方？它有什么优点？其实它的优点是在于它的前座的驾驶座是一个是重心比较低 ，Previa 相对比较起来的，它的驾驶座位比较高，那重心也比较高。Odyssey 比较偏向一个，我觉得是个人车，就是说。你平常可以开着它上下班，然后假日偶尔需要5+2的时候，好，那可以一起坐。但Previa的话，它就比较偏高一点，就是有时候会刚开始开的时候会觉得比较不那么像轿车的操控感。了解 ，Odyssey 是非常接近轿车操控感，所以在适应上会比较快。所以以车高来讲的话 ，Previa 会更高一点嘛？是这样讲吗？是因为车高造成的影响，还是底盘设计的？底盘设计的关系，让你觉得说，其实它的坐姿会觉得比较低沉。Odyssey 是有这个优点。那 Previa 的设计的话，它的座椅的感觉就会比较高起来。但是我如果以另一个角度来想的话，底盘比较低的话，反而比较稳啊。会不会是它本田的坚持？对，确实，本田确实在操控方面这边是比较好的。是，跟 Toyota 相比，确实有差。是，刚才我走环东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开起来还蛮舒服的。对，蛮稳的。如果以本身我是 Corolla Cross 车主来讲的话，我觉得本田的车设计的底盘刚性是比较好的。对 ，OK， 对，这个剩下的可能我们再来去看第3排，果然是比较适合小朋友的一个设计，因为像我这边直接坐进来之后，我的腰是在这里的，然后如果我要坐手，所以它其实后座可以微微的后倾哦，对，手动的调整，但是它可以。它这是第3排是手动 ，Previa 是电动的但是它这个角度还可以，我们还可以稍微仰一下。是，所以第3排座位可能比较适合身高165以下，顶多165。对，如果像我181这样塞进来，我觉得算可以了。谁叫你要长那么高啊？你怎么可以怪车子？没关系，如果170、160，那应该会更舒服。好。所以我们推荐这一台车，其实后面比较适合做小朋友啦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岳母。不要乱讲话，好不好？那如果是你这样子去看它的第3排，你觉得你的3只黄金猎犬放得下吗？不，我都放第2排，第3排是不行。了解，所以第3排你会给小朋友坐。对，了解。所以我比较强调第2排的地板空间那个部分，就刚刚讲的，它这个空间其实并不大。是。也就是说，他把空间保留给了第3排，他第2排的空间并没有很大。如果是以摩西一个 Previa 的资深车主来说，他已经讲出很多 Previa 跟 Odyssey 的差异了。那我们想要请摩西来感受一下，我觉得 Odyssey 它的中排座椅呢，其实有很多的按键。摩西，你觉得
这些空调功能有没有加分？对，很方便，然后还有窗帘。对啊，这边还有窗帘，是遮阳帘。像我还要额外去买一个遮阳帘，然后它的窗户面积非常的大。我就Previa 这边是有一个柱子挡到的，所以连第3排座位都有，对，都有出风口，而且 Previa 有吗？有 ，Previa 也有，这个是必备的。对，然后就是杯架的部分，第3排的杯架比较小，第3排的杯架，对。那 Previa 是还有第3排杯架可以使用。那你觉得这台车还有什么优点你会想去强调的？我觉得本田的车子像它这些配置小细节都还蛮不错的，对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出风口、是灯座，还有这些像杯架，座椅上就有饮料架，这是非常方便的。然后这台车的最大的优点，它还有个停车辅助系统。停车辅助系统，但是我好像用不到它。其实还蛮好用的，我有试开过。真的哦。停车辅助系统。了解，所以这个算有一点加分。对，它会帮你转方向盘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分享一下以副驾驶座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它的面板算是钢琴烤漆这种面板，算是质感是蛮好的。是。对，就是有现在这种新一代的这种。车子的感觉哦，所以面板电子式，而且都是这种滑过去的这种，就可以触控的方式。对，不是像以前是实体的面板，以前是实体按钮啊，那比较传统。那现在的话，就是以这种触控版的 Touch Panel 的感觉。对，会比较接近我们现在大家使用那个平板的感觉。是。我们这边要来特别强调一下这台车子的离地高度。Honda 这边呢很贴心的，就是说你看这个是我们在路边要上车的时候，你是要脚轻轻的抬起来半步就上了。那等于是说，如果说老人家上下车非常的方便，或者是小孩是Previa 的话，这边还有一个坎很多车子其实这边都还有一个坎。了解。所以，如果是以老人、小孩的需求，上下车是非常方便。它的门槛设计的很人性化。对，是。对，而且它不会太低，让你去 K 到这个路边。了解。因为如果做到太低的话，确实会有刮到地板的风险。对，像有些人就改装了那个下侧裙这些的，就反而会造成这个不方便。如果以隔音非常重视的车主来讲，这一代是没有双层玻璃的，对，好像下一代有，是不是？对，下一代就有双层玻璃。这一代是2020年的，对，这是最后一款，最后2020年最后一批，21年的那一批的话就有新的双层玻璃。新的双层玻璃，双玻璃对隔音是非常很明显显著的。对，了解。好，那摩西它的外观来讲的话，应该符合你的需求了。外观是没问题，外观是设计还不错。如果以男性车主来讲，对，是还 OK 的。而且 Honda 可以改的很多，然后就是一些套件，对，套件非常多。所以说自己想要怎么去调整它，我相信大家要找这个零件都非常方便。是。摩西经过了今天你的2个小时体验包括车内的空间体验，还有我们刚才去绕了一下台北市的体验。这台车1到10分，你的购买意愿大约几分？如果你现在要把 Previa 换掉的话，8分左右。8分左右，但是你不会很积极的想换掉，因为毕竟它还是有它的缺点。对，因为刚才看了那个第2排之后，那个位置稍微小了一点。是，所以你有没有很谢谢我？有，让你深度体验、深度试驾这台车。对，这样我就省下了不少荷包。对，可以看看下一代，让你更加了解自己，看看21年款的有没有更好的这个地面可以选择，让你探索自己想要的车款。对，更了解自己。对，因为现在也有一些新的选择出现。是，例如Hyundai的 Casting， 有没有偷偷去看？有去看过了，感觉如何？前排的中央扶手超级大，然后在这边去吃掉后面一点点空间。那除此之外，那个后座空间是比Odyssey要大一点点，但是还是小于，所以还是觉得那个空间还是不够大。所以 Previa 其实是同级车里面算是目前最厉害的。目前对空间来说，第2排的空间它真的是够大，第2排空间太厉害了。对，那刚好你又有
毛小孩对运送的需求啊。对，因为实在是因为养狗才会有这种需求。是，现代这台车听起来也是蛮有竞争力的。如果你是现代 Casting 的车主，欢迎你跟马克联络，马克诚挚邀请你来频道分享你的爱车哦。那我们这一集就访问到这边哦。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内容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。那也别忘了订阅、追踪、分享马克的频道。这集就到这边喽，拜拜。你要讲拜拜，拜拜哦。